租屋族预算有限，常常住到空间小、格局怪、采光差的房子。今天我们整理了3大布置绝招，教你如何用省钱简单的方式将空屋改造成温馨小窝。还会推荐 IKEA、宜得利跟山崎的收纳好物给你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今天的屋主是摄影师情侣档，16平套房，有1房、1厅、1卫浴，狭长房型，感觉较拥挤。透过省力布置3招，可以放大空间感，加入个人风格，让租屋处变成温馨宅。省力布置第1招，颜色及材质。我们家虽然有阳台，但是屋内的采光非常的差，太阳基本上是进不来的，所以在大型家具的挑选上，我以白色为主。白色有明亮的感觉，除了可以统一颜色外，还可以延伸放大空间的效果。那在窗帘的选择上，因为我们并不想要钉墙，所以我们使用伸缩杆来固定，免钉墙非常的方便。在大型家具沙发挑选的部分，我选择比较安全中性的颜色，灰色。灰色沙发的搭配，我有在网络上搜寻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橘棕色这种温暖色调的感觉，所以在抱枕的选择上面，我选择了橘棕色跟千鸟格，视觉上可以让整个客厅更有层次。除了织品以外，橘棕色给人的感觉偏可爱，我喜欢金属的现代感，所以选择这个黄铜色的置物盘，还有金属杯垫跟花器，让搭配更有变化。材质也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搭配重点。我学到了，以大面积无彩色黑、白、灰为主角，再加上一个颜色为配角，像是以棕橘色配件点缀，搭配起来清爽又不混乱。不同的颜色深浅与材质变化，都可以让布置更有层次哦。省力布置第2招，墙面装饰。进到屋子，那因为我们家的高度是3.2米的关系，墙面看起来会蛮空的，其实非常可惜。我们其实可以在视觉焦点2/3的区域，可以用挂画啦或是海报来布置。我在 Pinkoi 还有淘宝上面挑选色调相配的画作，挂在沙发的背后、餐桌的旁边或是书桌的前面，一幅画代表一个领域。固定挂画，我推荐使用Frame的这款无痕相框挂钩，它的抓力很强，不会掉。我们还可以用大创39元的相框，加上在超商爱蹦列印的明信片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景或是自己画的图，摆在角落装饰，方便又很便宜。这招好棒哦！墙面用挂画、挂布、海报、明信片等方式来装饰，避免空间第一眼让人觉得单调。超商列印明信片，这个超省钱布置法，我一定要学起来。省力布置第3招，焦点区陈列。除了墙面，在视觉焦点区还有柜子的台面，如果没有布置，就会蛮单调的。我会使用像是商品陈列的方式，去陈列我喜欢的马克杯、平衡仪，还有漂亮的香氛。床头柜的部分，我们这个台面我放了 IKEA 的台灯，它很平价而且很美，旁边还可以摆我喜欢的公仔。书桌我用 IKEA 的碗盘木架陈列我喜欢的摄影集或是画册。像是一些小东西可以推荐使用托盘来装，如果直接放在桌上的话会看起来很乱。我用好老日的金属置物盘收手表啦或是耳环。客厅这边原本遥控器是挂在墙上，但是因为看电视的时候手会很容易撞到，也不好拿取，改成放在茶几上，用大理石的托盘来收纳，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又好看。原来如此，生活用品也是摆饰的一部分，细碎小物可以使用托盘盛装，让原先零散的物件聚集，视觉上更美化又整齐。最后分享10个收纳好物，适合小资小宅租屋族。浴室最让人头疼的瓶瓶罐罐，可以用壁挂的给灶器，在虾皮买很便宜，免钉墙，美观又不占空间。宜得利吹风机架，一样是免钉粘在墙上的，电线收好就不会乱七八糟。镜子上这个牙刷架很稳，放上牙刷整齐又方便沥干。
浴柜里面用这个收纳篮收纳备品，在好老日买一个89元，折叠式。如果东西不多，可以先收在旁边。房间桌面推荐这个 IKEA 竹制收纳盒，有大有小，长形刚好可以放眼镜。小格的放化妆品，每天化妆只要拿这个就好。厨房的部分，便当袋跟耐热袋可以用文件盒来收。橱柜里用小篮子收纳调味料罐。因为空间不大，用 IKEA 层架当电器柜，电器集中才不会占空间。覆盖的收纳盒放茶包，还可以堆叠，不浪费空间。需要通风的食材，可以用棉网手提袋挂在旁边。最后推荐这个山崎的吸尘器收纳架，吸尘器大又笨重，意外的很占空间，但因为每天都要用，所以需要好好收纳。用这个架子立着，取用很方便。用对收纳物，生活更便利。小资改造，只要把握空间的颜色搭配，墙面2/3焦点区域，适时用挂画陈列小物，就可以轻松表达个人风格。整个布置起来省力又不破坏租屋处。以上3招省力布置小诀窍推荐给大家，有其他租屋困扰也欢迎留言分享。更多收纳改造内容，快加入社团讨论吧！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